美国军工业的衰落与重用印度裔、提防华裔有关吗？当年华裔究竟是如何帮助美国军工业发展壮大的？美国军事衰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毫无疑问，迄今为止，地球上出现过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就是今天的美国军队。自二战结束以来，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充当世界警察。至今，美国军事依然强大，但另一方面，不少人却喊出美国军事正在衰落的口号，而这个口号也不是空穴来风。过去，美国服役11年核动力航母，全球无敌。F-22猛禽战机开创了一个时代 ，B-2隐身轰炸机被誉为外星科技。如今，美国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屡次失败，电磁轨道炮项目难以为继。最新一代驱逐舰是阿利伯克3，最新一代战斗机是 F-15EX。这样一对比，我们就能感受到明显的落差。当然，今天的美国军事依旧是世界第一，并且与身后的国家保持着较大的优势。但很明显的是，美国的军事统治力已不复当年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时代在前进，科技在不断进步。当别人在大步向前的时候，你若步子迈小了，甚至止步不前，无疑就有被人超过的风险。现在的美国就算是这样的情况。当年美国军工制造业天下无敌，而如今却不断被拉近距离，这首先就体现在了军工研发上。有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，如今的美军工体重用印度裔，提防华裔，所以美国的军工制造越来越不行了，美军也越来越不行了。事实真的如此吗？首先，这个观点无疑是凸显出过去华裔在美军工制造的关键作用，这倒是有事实依据。70年代，美国成功研制出民兵3洲际导弹，民兵3至今都是美国重要的核威慑力量。而鲜为人知的是，民兵3导弹的设计者是一名华人，名叫林业。林业是美国军工巨头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。上世纪40年代，林业前往美国留学，并且在毕业后加入美国国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林业在美国留学期间还有一位同门叫梁思礼，梁思礼则被称为东风之父，他是中国东风系列远程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。而前面提到的波音公司与中国人还有一段很深渊源。1910年，中国留学生王柱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，并且与波音公司创办人的威斯特夫是同学，两人关系亲密。毕业后，威斯特夫引荐王柱担任波音公司总工程师。当时的波音还是一家只能生产小型飞机的小公司，并没受到什么关注。而王柱在波音设计建造了第一架双浮筒双翼的 B&AMPWC 型水上飞机，解决了飞机起降稳定性问题，奠定了该公司的经济与技术基础。由此，波音公司开始受到关注，并为日后成为航空与军工巨头打下基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柱在波音取得成就后，并未选择在美国发展，而是选择回国，还参与筹办了中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，并为中国设计了多款飞机，也培养了很多航空航天的人才。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。而华裔改变着美国军工业的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案例，那就是 F-14熊猫重型战斗机的设计师卢赫申。可以说 F-14战斗机的诞生对美国空军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从这架战斗机开始，美国空军逐渐与苏联空军拉开差距，并让美军最终赢得军事竞赛的胜利。卢赫申于1936年入学明尼苏达大学学习航空工程。1939年，卢赫申本想回国，但当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占领华北，卢赫申被留在了美国攻读航空工程硕士，并加入美国国籍。1940年，卢赫申被美国寇蒂斯公司聘请为工程师，而后又在1964年进入美国格鲁曼公司担任设计主任，为美国空军设计多款飞机，其中就包括著名的 F-14战斗机。1975年，中美关系缓和，卢赫申多次回到中国探亲，并且在晚年还曾作为技术代表为中国歼8战斗机改装武器操管系统招标出过力。从上述案例来看，华裔的确为美国军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然而近年来，美国政府针对华裔人才屡屡打压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2018年11月，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一项名为“中国行动计划”的行动，以应对所谓的来自外国的安全和技术威胁。而这份法案直指在美国工作的华人群体。几年下来，多名华人科研人员被打上间谍的标签，
遭到美国政府的监禁与审判。美国政府对华人的区别对待也蔓延至整个美国社会，华人群体在美国受歧视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这也导致了大量的中国在美留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到中国。而另一方面，美国不少科研公司重用印度裔，像美国硅谷已经成为印度裔的天下，而印度裔在美国的工作同样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的。比如波音公司聘请了不少印度裔作为软件设计师，但此前波音737 MAX 事故以及波音为美国空军设计的 KC-46加油机屡次故障停飞，都被推到了印度裔的身上。难道真的是印度裔与华裔有差距，加上美国人又区别对待，才导致美国军工制造业的现状吗？将主因归咎于人肯定是不对的。美国政府对华人打压的政策，对于造成其人才脱节肯定是要负一定的责任，但也不能因此把锅甩到印度裔身上。美国军工业衰落的真正原因还是出在自己的决策失误上。冷战结束后，美国瞬间少了一个能与之抗衡的对手，世界格局似乎是朝着单极世界发展。强大的美国再也没有了顾忌，开始全球布武。要想去管制军事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国家，美国军事肯定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摊派的太大。美国人开始考虑打非对称战争，于是便开始将原本以效率为目标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了以简约为指标。毕竟美军天下无敌，哪怕为节约点成本降低一下战斗力也无伤大雅。另一方面，不需要维持强大制造业以参与全球争霸的美国，开始将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中。这时候美国人发现，通过炒金融的方式可以空手套白狼，从第三世界吸血远比制造业来的实在。于是大量制造工厂关门，大批机器被运送到其他国家，大把人才涌入到华尔街。而美国的军事只要能维持住绝对优势，就能以这样的方式一直运作。然而仅仅20年后，太平洋西岸的新兴大国开始崛起，并且成立了一支迥异于苏联的新式军队。这支东方的军队一方面以极高的效率在多方面弥补过去的短板，并且发展出海陆空兼备的强大军团。另一方面，这个国家也以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发展未来军工体系，甚至一部分技术实现对美国反超。终于，美国人意识到这支东方的军队非常具有杀伤力，而自己的拳头由于常年在中东殴打毫无还手之力的对手，已经不习惯这种全面对抗。与之一比，美国的指挥组织之臃肿，形式之拖沓，服从命令与表面武备之荣就，已经到了不得不纠正的时刻。而这就是美国军工制造业被教衰的真相。然而如今，美国军工业最大的麻烦还不是被新兴大国不断追赶的事实，而是美国高层的思维已经开始僵化，零和博弈的思想导致美国政府与社会开始排斥华人，这样的做法无疑只会加剧现状。